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铸铁锅。好，那我们今天先做结论。铸铁锅这个东西呢，其实就跟名牌包一样，你要是买了会开心，看了会开心，其实你都可以买。但是如果你很科学理智的分析的话呢，比方说大家非常喜欢的 LC Le Creuset， 其实坦白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值得，它并没有任何科学上的好处。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铸铁锅。铸铁呢，就是在铁里面加入一点点的碳，这样可以提升金属的强度，这样就称为铸铁。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合金，所以它本身合金的强度、延展性等等都没有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不锈钢锅啊什么的好这样子。那因为这种铸铁合金呢，算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技术，所以其实铸铁锅呢，它的制造工法或者是它的延展性、强度等等都没有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不锈钢好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铸铁锅都非常的厚，比方像这种一般的 Loge 锅，黑色的，它都做得非常的厚实，非常的重，就是显示说它这个金属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得太薄。那这个呢，是我在 Amazon 上随便买的杂牌，虽然说它有镀了珐琅，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它这个锅子本身的边缘算是厚的，所以非常的重。那相较之下呢，这个就是贵妇牌 LC。那你可以看到呢 ，LC 锅子的这个边缘是明显比这个杂牌锅细非常多的吼。那这个其实是 LC 一开始的主打，它是一个法国的品牌嘛。那它之所以贵，就是说它有一个特殊的工法，可以把铸铁锅这样只能够做很厚实的锅子做得非常的薄。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有坏处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之前我们在气炸锅里面有讲过，在烹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热传递方式，叫做热传导，是靠物体跟物体之间接触而传递热量。那热传导呢，有个非常的系数叫热传导系数 （Thermal Conductivity Coefficient）。那铁的热传导系数呢，其实相较于其他的金属是非常的低的，所以也就是说，铁作为一个金属，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热导体，所以它做出来非常的不均匀。这边呢，我想要跟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其实我很中意的牌子 NeoFlame。NeoFlame 呢，它其实是铝锅，只是它外面镀了珐琅。那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很漂亮的哦，所以你买它还是有像买 LC 那样买名牌包的感觉，心情会非常的好。但是呢，铝锅的热传导效率其实是远好于铁的。在这边我们做一个小实验，让这个东西比较容易明白一点。我在铸铁锅跟这个铝的 NeoFlame 锅里面呢，都撒了一层薄薄的糖，然后放在我的瓦斯炉上面加热。因为家用的瓦斯炉呢，通常不管怎么样都不是非常均匀的，所以可以看到铸铁锅这边呢，有一角糖都已经烧焦了，然后还有大部分的糖都还没有融化，就显示它的温度非常的不均匀。但是铝锅这边呢，它的糖就是差不多同时融化的，那变色的程度也都差不多，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不同。那么这个实验如果想要在家自己做的话，要注意，其实这个糖的温度是非常的高的哦。我加一点点水进去，可以看到水立马就沸腾了。那这个沸腾的糖水冷却过后呢，就会变成像这样有点稠稠的焦糖酱，淋在优格或布丁上面都蛮好吃的哟。所以我们可以做结论说呢 ，NeoFlame 这个锅呢，真的是比 LC 这个锅便宜非常多，热传导又比较平均哦。但是除了热传导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热容量。什么是热容量呢？讲简单，就是物体它要上升1度C 或是下降1度C， 它所需要吸收或放出的热量。那一般而言，我们希望锅子的热容量越高越好。为什么？因为如果锅子的热容量高，锅子本身的温度就不容易变化，这在你煎煮炒炸的时候都有很明显的好处。如果以油炸来讲，我们之前在气炸锅那影片里面有讲过，温度必须要稍微高一点，维持稳定的高温，才能够容易形成那个干脆的硬膜，那是油炸美味的关键。那么如果热容量高的锅子呢，在煮炖上面，如果你熄火之后还是可以维持高温一段时间，但是不会超过水的沸点的。那这个我们之前在舒肥鸡的影片里面有讲过，可以帮助我们把肉变得软嫩，可是不会过度的烂。所以简而言之呢，锅子的热容量高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非常有趣的是，一般传导效率越差的金属，它的热容量就越高。但是铁跟铝这两个金属比较起来，其实铝锅的热容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由于大部分的铸铁锅，比方像Loge这种锅，都做得非常的厚又重，因为比较重的关系，它的铸铁锅的热容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这边用一个表格来简单的看一下，如果以3.5夸特的锅子而言的话，经过简单的计算，
我们可以发现Lodge这个铸铁锅的热容量是最高的，这是铸铁锅最大的好处。然后 LC Le Creuset 跟 NeoFlame 这个铝锅其实是几乎差不多的，也就是说 LC 这个锅真的是又贵又没有任何铸铁锅的好处但再来呢，我身边很多朋友想要买铸铁锅，都是为了制作无水锅料理。那我们现在这边来看一下无水锅料理的原理。无水锅的原理呢，就是把蘑菇或者是洋葱等等不容易焦的食物放在最下面，再来垫上蔬菜，然后垫上容易熟的肉类啊，什么帕劳的东西这样。那无水锅的起源其实是来自于塔吉锅，塔吉锅的这个盖子可以减少水分的溢失，所以当加热之后，最下面的洋葱、蘑菇还有蔬菜散发出水分之后，它们可以形成一个密闭的蒸汽系统，进而把肉类蒸熟。那因为无水锅没有添加什么多余的水分，所以可以完整的吃到蔬菜本身的甜味，的确是非常美妙的料理，没有错。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过程中，是不是都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铸铁锅的事情？那么如果你今天购买铸铁锅的目标呢，是为了可以制作无水锅等等看起来很 fancy 的料理，让我诚心推荐你一个厨房神器——万用细胶锅盖。这种万用细胶锅盖呢，在 Amazon 上面大概10几块美金就有一个，然后你可以买到各种不同大小的。那像我这个是可以 fit 各种不同锅子大小的，就是可以比较多应用这样子。那么因为细胶的防水密封性跟耐热性都好，所以有了这个锅盖之后呢，任何的锅子都是可以做无水锅料理的，你一点都不需要铸铁锅。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推崇铸铁锅呢？其实铸铁锅还是有它的好处的，特别是这种黑色的铸铁锅。这种黑色的铸铁锅呢，其中一个对健康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微量的释放铁质到你的食物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 Google 一下 Lucky Iron Fish。Lucky Iron Fish 呢是一个公益计划，它最大的宗旨呢就是让一个部落，因为他们缺铁，所以有贫血的问题，它让这个部落的人习惯在烹煮食物的时候放入一个黑色的铁块，借以微量释放铁质到他们的食物里面。那么如果你使用这种黑色的铸铁锅，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如果你有贫血问题的话呢，用这个东西烹煮其实挺不错的。那再来呢，这种黑色的铸铁锅真的是非常的耐用，你可以带它上山下海，直接丢入萤火里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野外运动爱好者，不嫌重的话，的确也是可以携带的。然后最后一个著名的好处就是这种铸铁锅其实非常的不粘。那黑色铸铁锅如果要不粘，那就一定要养锅。那养锅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上面擦一层薄薄的植物油之后呢，把它上火烧烤，然后它就会变得油越来越厚，最后就会形成一个不粘锅，超级无敌不粘的样子，真的很好用。那么到底为什么养锅可以形成一个不粘的表面呢？在这边我们要先介绍一个概念，油脂有分成饱和油脂跟不饱和油脂。不饱和的油脂呢，简单说就是它的碳链上面有氢键，所以它可以去接收更多不同的键结。那这样讲好像有点抽象，我们简单讲就讲牵手好了。饱和油脂呢，就是碳的4只手手都牵得满满的，它已经没有余力再去做别的事情了。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不饱和的油脂，它的碳呢4只手里面只牵了2只手，所以它还有另外2只手可以牵别人的。那么如果2个不饱和的油脂在附近的时候，因为它们的碳链都可以各自伸出手手来，所以它们就可以互相键结在一起。那如果你今天呢有铁可以作为催化剂，这件事情会更容易发生。所以当你在上面涂了植物油，绝大部分植物油都是不饱和的油脂，你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键结，进而形成一个油脂形成的薄膜。那这个油脂形成的薄膜，就是人家说铸铁锅养锅之后可以不粘最重要的关键。但是实际上呢，诚挚的经验分享，如果你没有一个超强力的无油抽油烟机，千万不要买这种黑色的铸铁锅。因为这种黑色的铸铁锅养锅的时候，其实会散发出非常大的油烟。那它的确有很多好处，比方我们刚刚讲的热容高、耐用，越用越好用，因为你上面那个油脂层就越来越厚嘛，所以是可以成为一个传家之宝锅，这个的确是没有错的。但是实际上呢，因为像欧美这边非常多的抽烟机其实都是假的，所以它没有什么办法把油抽出去，所以我其实很难把锅子养得很好，每次养锅都会家里油烟弥漫，那后来就不太想养，就放弃了。但是我有朋友装的是无烟抽油烟机，那他就可以很轻松的养锅，他这锅子真的就养得油光水滑，不管你是煎肉还是煎蛋，真的一点都不会粘。我那时候看着真的是蛮羡慕的。等我有了一个好一点的抽油烟机的时候，我可
可能会考虑再买一个大一点的 Loge 锅。哦，那讲完黑色的铸铁锅之后呢，再来就是这种俗称的白锅珐琅锅。珐琅锅其实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它看起来很漂亮，颜色非常的鲜艳，有没有？那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个珐琅呢是牙齿的这个珐琅，其实这是错误的哦。牙齿的这个珐琅质呢多半是磷酸钙，那这种珐琅锅上面的珐琅其实成分比较接近沙子。它的主要成分呢都是二氧化硒。那么除了二氧化硒之外呢，添加各种不同金属的氧化物，这样可以让它有鲜艳的颜色，然后也可以让它附着的比较致密一点。那珐琅锅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这个表面几乎不会跟任何东西反应，它就像是一层石头一样。那因为它这个表面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它就不会像这个黑色的铸铁锅常常容易有生锈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养锅，然后你锅子常常就是湿湿的懒得擦干的话，千万要买珐琅锅，不要买这种黑色的。这种黑色其实很容易生锈。但是呢，这种黑色的锅子如果养锅养得好，它的不粘程度真的是远远好于这种珐琅锅的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勤奋养锅又有抽油烟机的话呢，诚心的推荐你买黑锅，耐用，越用越好用。那么这种白色的珐琅锅呢，很多人都说在温度剧烈变化的时候容易裂掉，这是因为铁本身的热伸缩程度跟外面这个珐琅的部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种事情呢，理论上虽然说是会发生，但我个人非常粗鲁的对待我的锅子，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我是没有非常的在意啦。但是再来呢，铸铁锅常常问到的问题呢，就是到底是要怎么清理？那像这种黑色的铸铁锅呢，你可以尽量刷没有关系，它非常的耐用，你完全不用担心伤害它。如果你上面有很多雾面的地方，就是看起来黑黑雾雾的，那个是食物碳化之后粘在表面。那因为那个黑色雾雾的地方呢，会阻止油跟铁接触，所以那个地方呢，不管你怎么养都是养不亮的。所以如果有黑黑雾雾的地方，一定要刷掉。如果你刷不掉的话呢，通常你可以用一点酸溶解，比方说醋酸或者是柠檬酸。那像这种白色的珐琅锅呢，它其实没有黑色的不粘，但是它不跟任何的食材反应。所以像我通常都是，如果有点粘锅了，我就在最后煮完饭的时候加一点水进去，这样可以让锅子本身稍微收缩一点，那个食材呢就会从表面脱落下来。原则上在它热热的时候加入一点水，用锅铲稍微清一下，就可以很简单的清干净了。但是用久了之后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黄色的黄渍，那这个该怎么处理呢？由于那种黄色的污渍呢，绝大部分是油脂，所以推荐大家使用小苏打粉。小苏打粉跟油脂加热之后呢，可以产生皂化反应，所以就会比较容易脱落。那一般而言呢，我都是在煮沸的水里面加入一点小苏打粉。那么一般而言呢，如果状况没有很严重，就是在里面有热水的时候，融一点小苏打粉进去。如果你的锅子真的已经非常的脏，你可以把小苏打粉稍微沾湿之后敷在那个有黄渍的地方，那最后再加水煮开，多半就可以还你一个干净的锅子了，完全不用刷。那么刚刚有讲过呢，醋酸，比方说白醋、食用醋里面的醋酸是可以溶解一些碳化物的，所以很多人呢都喜欢在这个白色的锅子里面一样加醋酸去煮。我个人的经验啦，一点用都没有，只会弄得你家里面真的非常的臭，就是完全是那个醋味满屋子都是，非常的痛苦，一点效都没有。好了，那么又到我们今天说正式结论的地方了。简单的说呢，铸铁锅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热容量大，因为它重。但是像这种贵桑桑的 LC 锅，因为它本身很薄的关系，其实它已经失去任何铸铁锅的好处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美。如果你买了心情会好，都还是可以买。那这种黑色的铸铁锅呢，因为可以在表面养出一层油脂的薄膜，所以会越用越好用。那么如果你有良好的抽油烟机的话，请考虑购买黑锅。但是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懒人，又不想要花太多钱的话，诚心的推荐铝锅 Neo Flame。跟 LC 一样呢，有个漂亮的外观，得过各种工业设计奖，长得超级美，轻巧好用，跟铸铁锅一样有良好的大热容，而且呢，热传导的效果比铸铁锅好非常的多。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要跟大家强调呢，我没有收 Neo Flame 的钱的，只是因为我单纯的觉得这是科学上比较 make sense 的选择。那如果喜欢的话，麻烦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